新凤啊，我非常同情你的遭遇，也为你感到义愤。他们怎么能这么做呢？这不是把矿工的命不当命吗？他们就是这个样子。报道中还写道，你曾经为你对象，是叫李相虎吧？是，李相虎。你曾经认为李相虎同志没有死，要求矿上到井下去找，是吗？矿上不但不管，还把你关了起来。你不知道，多亏池记者和杨记者把我才救出来的。你不要敢骗我你！啊！我吃里扒外的东西，混蛋！赶回杨梅丽无电脑你！你就等着看杨梅丽的好下场吧你！吃里扒外的混蛋！你看着！我作为本市的一名记者，前些天呢，也听说了一些关于北山柳家窑矿事故的传言。出于一个记者的责任感，我也曾经像池记者、杨记者他们那样暗中调查过。你也暗中调查过？是啊，池记者他们都是外来的记者，尚且这么关心矿工的命运，我是本市的记者，当然更应该关心本市矿工的遭遇。这几天呢，我通过明察暗访找到了他们2位。他们都是参加过24号那天晚上清理现场的工人。据他们说，当时清理得非常草率，他们曾经听见现场以外有异常的声音，怀疑还有人活着。还有人活着呢？啊！可是当时矿上很紧张，清理现场以后呢，就把工人们都叫上来了，不允许在更大的范围内检查，是这样吧？对，当时我们说了，要不要去巷道里看一看？总行长就不让了。老周，看这2个记者的葬身之地选好了。那是个采工矿，这鬼进去了都不能。干完这事儿就跑吧，我也不想干了。参与的人太多了，保不住密的。这下哥们说的话，我现在啊，就别说下井了，就是看到巷口都害怕，总好像那死去的矿工的影子，这老是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。太谢谢你们了。那咱现在到巷道去找相虎吧。对，咱们先叫一下那个杨记者、池记者他们，请他们一块儿去，有好处。他们牌大，矿上拿他们没辙。行行行。先上车吧。不，师傅，我现在不能上车，我有些事儿呢还没有办完。你们最好赶快安排一些人去保护一下我们那个杨明丽，就是那个女记者，她现在在9重天。你走你的吧，我安排人马上到9重天去一趟。我们头先给你见见面，你还是去一趟吧。是，他们说了，说是那2个随同人说，他们出来的时候就听着有动静，说可能还有人活着呢。可是我现在联系老师联系不上啊。这是刘记者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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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上车。哎，你好，辛苦啊。谢谢。我已经走了。
不能再出错了。好，明白。翠英，请你原谅我，我不该打你，我真是被气昏头了。你不用再说了。我在你眼里，在你心里，到底是什么？位置到底有多重？你的那几个耳光，让我清楚了些。哎，别这么说，我真的是给气昏了。可是我没有想到，在我最危急的时候，你会欺骗我。你知道我这一生最痛恨的就是被人欺骗。你叫明丽进电脑房，他把池立强诬告我的材料上网昭告天下，他们是置我于死地，送我上掉头台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可你呢？在我最需要人帮助的时候，也陷我的软肋扎刀子。全不念我们同甘共苦这10几年。维权，我很难，我真的很难。一边是你，一边那是我妹妹。你说他诬告你，他说你和矿工的血汗。你们两个现在走到这种地步，我站在你们俩人的中间，我不知道怎么做。你们俩都是我最亲的。你错了，是我喝矿工的血汗吗？啊，正相反，是我养活了一大帮的矿工，让他们有饭吃，有钱赚。不是明里诬告我，他年轻，被人蒙骗，被人利用。这，你看，刚才不是有车把明丽接走了吗？我也看了。魏全，你不会害他吧？我只有这么一个妹妹。看你们让人家骗的，连你在内，都认为我是狼。是魔鬼，是虎。我告诉你，虎毒还不吃子呢。明丽不算是我的亲人吗？啊？你记住，我即便去害死你，也不会去害明丽，害你，懂了吗？进来。啊，林书记，你找我？魏强，咱们这上哪儿去啊？妈，咱们去个安全的地方啊。所以，昨天他们冒用我的名义，把冯丽萍从省城骗过来。你认为是？我还以为整个都是高维全干的。可是今天早上我审问了小卢，我才知道，老黄也有一份。他们搞到你司机头上了？怎么搞的？老池的手机怎么老也打不通啊？不在服务区。实在不行啊，就咱们几个人去，人也不少。关键是他们两个手机下边的情况。哎，你们准备手电筒了吗？手电筒，没问题。刘记者。我能不能再看看您的证件？证件？你还不相信我？不是不相信，只是最近啊发生事情太多。
我们呢要特别的小心。还有没有别的记者知道这件事儿？当然知道了，都嚷嚷开了。听说还有外边的跑来的记者，挺多的。要去的话，咱得快一点。如果向武还活着的话，他已经在底下待了好几天了。陈局长，请这水果。谢谢。听不出来了。哦，你就是那个？对，给你打匿名电话的就是我。是你，陈局长。刚才已经介绍过了，这是我们保安处的张处长，一直是他最关心你和杨记者的动向。你们应该是老朋友了。张处长，谢谢。你们这是第2次帮我们的忙。不，该我们谢谢你们。哎，请坐。来，走。石局长，你肯定奇怪，我们为什么总不出面？我可以向你解释一下，我们始终是通过另一个渠道向上反映，但是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，从没有下文。自从你们到了西平以后，我们就一直关注你们的工作。用我们张处长的话来说，我们保安部10个人也抵不上你们1个人。你和杨记者的名字我早记住了。郭总，我还是不太明白，我们要做的和你们有什么关系吗？我也不太清楚，你们这是什么单位？我们是国有矿业部门，在西平是最大的矿业公司，叫西平矿业集团总公司，和高维权他们煤业总公司不一样，他们是民营部业。当然，现在的规模也不小。不过在我的印象里，他们是市里经济实力最强的实体吧？对，高维权的总体实力比我们差远了。我们是向国家交税，他们是向市里交税，他们对市里的经济作用自然是举足轻重啊。我明白了，也不排除你们想利用我们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怎么没有人把守啊？保持几天都没人看守。他们进去了。哎，没有那姓池的。朱哥啊，我看咱们是往死道上在奔呢。走。下面人说，杨记者让一辆吉普车接走了。
如果我以纪委书记的身份给你出主意，那我要说，你做得对。我们应该面对现实，面对自己。现在，你已经把情况跟纪检部门说清楚了，更何况，你并没有做什么犯错误的事情。从个人角度呢？从个人角度，在中国啊，要想搞臭一个人，第一就是在男女关系上做文章，因为男女之间的事儿不可能有第三个人在场，所以啊，有没有这个事儿，都会把你搞得清不清昏不昏的，你辩解也没人听。从个人角度啊，作为朋友，我是赞成你的做法的，因为我自己也深有体会。像咱们这么爱干净的人，那就让他干干净净一辈子。我看《菜根谭》上说呀，人只一念贪，便消刚为柔，色止为昏，变恩为坦，染洁为污，坏了一生的名声。有没有何苦呢？我想，他们不会坐以待毙的，弄不好2个记者也会有生命危险。我们要立刻行动起来。看吧，这就是西平矿。咱半座山都塌了。不光山塌了，地也陷下去了。听说过乱采乱挖吗？当然。哎，知道谁在这里采挖吗？谁？高维权。后面是黄向天。在这儿，哎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我就脚崴了，来，活动活动。刘记者，还有多远呀？什么时候到了？这里曾经是国家的骨干矿区，也就是在96年以后吧，一下子蜂拥而至，像淘金似的，全乱了套。大部分是非法的，起码属于盗采国家财产。怎么？真的管不了吗？对，管不了，根本管不了。为了管他们，我们牺牲好几个人。你看到这些大大小小的矿井，就等于看到他们各自后台的级别。哎，1号井在哪儿？哦，在那儿，看见了？从右边数，第3个，斜井就是。看见了。旁边的2个竖井啊，是我们煤炭集团的。他们这是公开在国家的矿床上非法开采啊！你要不说，我还真不知道。明丽这会儿是不是又在北上矿？还有多远啊？还有多远呀？就这一站。啊？
咱们钻这巷道就是事故现场。这就是啊。小伙！喂，陈书记吗？啊，陈书记啊，我是林飞清。我要向您汇报2件事情。我正要找你，网上的消息你看到了吗？看到了。记者所说的到底是不是实情啊？我现在提醒你，小林啊，如果那个记者不是胡说八道，如果那些记者手上确有证据，那这是一件严重的事件，你要查实，查实后立即向省委汇报，千万不可忽视。当然，也要实事求是，要重证据，重调查研究。必要的时候，你可以告诉记者，我可以直接和他通话，我也愿意向他们直接了解情况。这2个记者的手机都打不通，也派人去找了，但是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什么地方。要找到他们，还要保护他们的安全。我可以想象得到，如果他们说的是事实，他们在西平的处境多么困难。你放心，我会派人保护他们的。小伙，你赶着我！哎，警官，警官，来，怎么样？啊，破了没有？来，我看看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晕了。哎，低点。啤酒，你先别乱走。我们进来的时候啤酒喝多了点。找个地方方便一下。啊，好，快点回来啊！啊，你注意啊，小伙！今天上午我们开个短会，网上发布的消息，大家面前人手一份，也都看到了。这件事情，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对待呢？我希望大家都表一个态。到目前为止，这2名记者还没有找到。我想，除了保障他们的安全以外，没有什么比我们的立场更重要的了。我自己先表一个态，不能够仅仅代表我们一个市的利益。我说2句，我不同意林书记刚才的提法。我认为林书记的提法不够准确和有疑问。林书记，我能摊开来说吗？当然。作为西平市的第1把手，却不能代表西平市的利益。那么，又怎么能谈得上代表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呢？这件事情呢，我也有同感。我觉得我们西平市目前所出现的问题，这是在发展本市经济的过程当中所出现的问题。如果不是为了发展经济，可能什么问题都不会出，这很正常。如果把它视为不正常，出于其他别的目的，人为的来夸大它，而且耸人听闻的来强化它，我觉得
有一点小儿科。我同意林书记的说法。林书记说，我们不能仅仅代表一个市的利益，这是对的。这是反对狭隘的地方主义。必须承认，我们有地方主义存在。地方主义是不能够代表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。我们的会要短，还有许多事情等着我们处理。夏火，别这样。夏火，你注意安全，小心别撞了头。立着点，立着点。来，休息一下。杨姐，他们人呢？在一个边上，说去撒尿，咋还没回来呢？刘记者，刘记者，兴芳，别叫了，咱们可能上当了。啊，上当了！我现在想起来了，好像在《市报》上写那篇陷害报道的，就是陷害我跟池立强那篇报道，好像就是姓刘的。那咋办啊？啊，下火！那咋办呀，杨姐？别慌啊，别慌。哎呀，啊，怎么了，兴芳？我肚子疼了一下。啊，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高总，你又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下一步怎么走？在想，市委帮的这波人在干什么？高总，别想了。您不是总说吗？人一思考，上帝就发笑。现在我满耳都是哭声，地下的哭声。没人。这就是文件，都是我们向市委、市府和有关部门递交的报告，都是要求解决非法采矿、大量盗采国家矿产资源以及危及安全生产秩序的问题的报告。但是没有人理睬我们，或者批复一下，只说几句冠冕堂皇大话，不去落实啊。市里面可以不顾国家法令，中央三令五申，到了这儿就山高皇帝远了。表面上看着挺好，实际上政令不同，一切都只是为了局部的利益。不，实际上这可能是个幌子，背地里只是他们为了自己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进行第二个议题，那就是我们全体常委必须从现在起和西平煤业总公司彻底划清界限，否则我们的工作就无从开展。划清什么界限？在我们常委班子中，有人接受了西平煤业总公司馈赠的股票，而且数量比较大。这势必影响到我们对西平煤业总公司的监管工作。刚才我和曲书记商量了一下，我们两个都认为，目前西平市正面临着一次十分严峻的考验。导火索就在西平煤业总公司。假如说西平煤业总公司1020事故当中，确实有40到50名矿工遇难，
而西平煤业总公司又一直在瞒报，那么这个事故一旦曝光，必然引来广泛的社会影响，很可能导致一场西平境内的煤业秩序大整顿。如果继续追查下来，就会追到我们头上，追查到每一位领导班子成员头上，会不会是这样？肯定会。那么我们是争取主动一点好呢，还是被动的好？今天咱们这个会议，气氛有点奇怪，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。我和林书记的一点分歧，也暴露在这个会上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正如林书记刚才所说的那样，我们正面临着一场十分严峻的考验。但是我的看法跟林书记相反，我认为西平煤业总公司不会倒，西平市政府不会倒，西平市委也不会倒，因为我们在座的大多数同志都参加了北山柳家窑矿的事故调查，我们心中有数，那2个记者的报道是不真实的。他们说他们报道了有骨灰存放地的底片，可是他们为什么不拿出来呢？底片在哪？到底有没有？如果有的话，就把照片洗出来让大家看，用事实说话吗？我们还要等等看2个记者到哪儿去了。以迟立强为主要的，他是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呢，还是已经放弃了过去的看法？当然，我们还要等等看那个女记者杨明丽到哪儿去了？她怎么不露面了呢？他们的不露面，是不是由于我们的原因造成的呢？行不行，杨姐？啊，咱还走得出去吗？没有人知道我们到井下来，他们把我们骗到这儿来，就是不想让我们活着回去。杏芳，我们可能真的出不去了。杏芳，咋办呀？杏芳，你别哭。怎么了？小花，你救救我！肚子疼？怎么的？哎，杏芳，哎，杨姐，你住啊，来，大家怎么样？小花。这6、7天下来，我们了解的事情是越来越多。我呢，也是越来越犹豫。张处长，我发现我们受到的阻力，绝不仅仅是来自于西平煤业公司和市里，还有当地的一些老百姓和矿工，甚至还有很多是死难者的家属。当然，我说的不是全部。我发现这儿的老百姓和矿工，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欢迎我们来调查这个事故，甚至有不少的人，自己都不把自己的命当回事。是，他们是为了钱，为了饭碗。我现在想，如果是因为我们的报道，让当地的老百姓和矿工
失去了挣钱的机会，丢掉了饭碗，影响了市里的经济发展。那我们做的是不是真的有意义呀？他们呢，是用矿工的生命做赌注，人穷呢，命就贱。那些冒牌的民营矿和小煤窑，每吨成本啊不超过30块钱。他们除了不养老，不给职工买劳动保险，甚至根本不顾安全生产所必须付出的成本。他们呢，是用矿工的生命做利润，这利润可太大了。在利润面前，他们的良心没了。在这儿啊，人命是用钱买的，3、4万呢是一般的价，他们给的5万。有些家属啊，就屁颠屁颠的，觉得死了都值了。这就是个赌场，用命来换钱的赌场。对了，这话呀，你说到位了。西平煤业总公司就是个大赌场。你见过他们和民工签订的合同吗？听说了。那就是他们定的游戏规则，也就是赌博规矩。没事呢，你去赚了；出了事呢，你的命就搭进去了，没人强迫你，完全是自愿的。为什么每一次出现安全事故还有人干？为什么出了事故以后家属不去闹？那就是封住你的嘴，明告诉你这就是赌博。他们是在利用每个人都存在着侥幸的心理、赚钱的心理，让你送了命啊都无话可说。他们是在利用人性的弱点开这个赌场。而且还特保险，都是暴利，但是呢，投资的风险小，一般都赚，赚国家的，赚矿工的。你啊！我在你脸上轻轻地划一下，哼，就破了相，再划一下，一辈子都上不了街。李大哥，你别这样。我再问你一遍，杨明丽是不是把胶卷交给了你了？没有啊！你要是这样对我，我就告诉高总去。好啊，告啊！我再问你，你把什么藏到库房里边去了？我什么都没藏。你要是这样对我，我真的告诉高总了。哼，傻娘们儿，高总已经把你给我了，知道不？骗你是孙子。放屁！你要这么说啊，姑奶奶们还不信了。你他妈跟我瞎玩是吧？我杀了你！杀了你！怪了，杨明丽到现在都不在府区内，跑哪儿去了呢？好，我送你回市里。岳母那儿你尽管放心啊，开得再快点啊。高总，杨明丽没把胶卷交给李翠英，可能在她自己身上。他没骗你吗？刚开始我拿刀子吓了他，脸都给他吓白了，我看没有假的。杨明丽会把胶卷带在身上？杨明丽在井下的采空区，她肯定活不了。还要注意那个姓池的。杨明丽现在找不着了，他能不急？小心的反扑。
关键是没有人知道杨丽她跑哪儿去了。他持力枪再急，就是再急，他往哪儿扑啊？现在是非常时期，非常时期。哎，你脸怎么了？让李春英打的。这娘们儿拿刀子吓唬住，真他妈是个母老虎。哼，你肯定演过了。我现在再问一遍，我们在座的常委中间，有谁接受了西平煤业总公司的股票？现在说出来，属于主动向组织讲清楚，是我们自查。等出了事再讲，性质可就不一样了。我想大家都能够算过这笔账来。林书记，你觉得自己就那么干净吗？如果不是的话，你为什么不给大家带个头呢？我和西平煤业总公司没有任何经济往来。我和演员冯丽萍的事情，刚才也向大家说明了。曲家谦同志家里装修的事情，刚才也向大家说明了。如果大家发现我林飞清还有其他不干净的地方，我希望大家在这个会上给我指出来，不必留情面。如果大家发现我还有什么问题，也请不必客气。作为纪委书记，我过去是有些地方不尽职的地方，知道一些事情，但是没有说出来，明哲保身呐，这是我的错误，我还要做进一步的检讨。不过，在今天这个会上，我还是以纪委书记的身份告诫大家，请抓住最后的这个机会，